亲爱的牧者平安。很多人在蒙召做传道人的时候，他就立定心志，要遵行主的旨意，好好牧养主所托付他的羊群。可是等到他一进到教会，他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他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他发现他原来是一个雇工，他原来不是来牧养主的群羊，他原来只是教会所聘来的雇工。我想当然有教会的长职、教会的同工用这种心态来面对传道人，但我多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牧者的心里没有预备好，他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牧者。其实传道人来到教会，他是来影响人的。传道人来教会，他是要让人来跟随他。什么叫做领袖呢？领袖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领袖是有一群跟随者的人。所以当你到了一个教会以后，一段时间，应该你所讲的、你所想的、你所活的，会影响一群人，以至于有一群愿意跟着你的人。领袖其实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，那就是领袖一定是那个组织的天花板。换句我们做牧者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就是牧师是教会的天花板，有这个一个讲法，就是总体能力超过该领袖的人会选择离开，或与领袖冲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领袖是那个组织的天花板，那么活在这个天花板下面的人，他都无法高过这个天花板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当牧者不是一个领袖，当这个牧者不是一个我们心目中觉得我们可以跟随他，或者我们会被他影响的个状况的时候，其实弟兄姐妹是很可怜的，是很辛苦的。我自己做牧者30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别人就告诉我，你做了牧者，可能有些人会离开教会。我就想说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教会呢？有的时候是非战之罪，因为我没办法影响他，我没办法领导他，我没办法用我的职位来改变他。其实我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不断的提升我自己。我最常鼓励做牧师的就是，你的成长是教会的幸福。你如果不成长，你一直用你原先有的状态或才干，那么当会众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领导他。在我的想法，一个牧者最要紧的就是你必须成长，常常成长，努力成长，让这个天花板越来越高。当我们讲总体能力超过该领袖的人会选择离开或与领袖冲突，这个是不得已的事情。什么叫做总体能力呢？包括才干，包括对圣经的熟悉，包括灵命包括判断力，包括在整个事情上面的圆融的情况。如果他看牧师老是看不顺眼，你说我这么年轻，或者他在外面工作这么久，我当然不能影响他。没错，刚进来的时候是这样，可是5年之后你还是这样啊，10年之后你并没有改变啊。别人在长，我们牧者没有在长，这是教会最大的悲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会鼓励所有的牧者，其实最要紧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蒙召了以后，我们进到教会以后，我们要长，要记得你是你们教会的天花板。如果那些人没有办法
受你的影响，没有办法来跟随你，只有2个可能性：第一个，选择离开这个教会；第二个，他跟你冲突。记得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愿上帝帮助我们所有做牧者的